若逢新雪初霁，满月当空，下面平铺着皓影，上面流转着亮银，而你带着笑向我走来。月色与雪色之间，你是第三种角色。欢迎收听《大夏之声》，我是顾清风。顾青青，你已经是晚期了，回家与家人团聚吧，过好人生最后的这段日子。无论古今，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喜欢写雪，但你若是写雪的话，你就不能只写雪，你要写一是天仙黄醉，乱把白云揉碎；你要写一步浅，两步深，三步少年与白头；你要写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3年了，大哥已经名满天下，他们一定是太忙了，才没顾得上去监狱看我。在这样的雪夜里呢，我特地为大家请来了歌坛新晋天后顾若雪，来为大家带来她的新歌《认真的雪》。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连若雪都成了歌坛天后，真好。那是，顾若雪可是最年轻的歌坛天后，这顾氏兄妹各顶各的天才。大哥顾清风，大夏电视台金牌主持人；二哥顾思辰，大夏最年轻的影帝；三哥顾灵，惊淘淘创始人。惊淘淘你知道吧？大夏最大的电商平台。看来3年前我留下的剧本、歌曲、诗词、商业计划，已经让哥哥们站在了这个世界的顶端。顾家四兄妹这么优秀，只可惜他们另一个妹妹，真是让他们蒙羞。蒙羞？顾家哪儿还有妹妹啊？三兄弟发布会都说了，他们能有今天呢，全是顾若雪在背后创作策划，默默的支持着。他们的妹妹只有她一个，而且大婚之前呢，三兄弟的财产全部都留给顾若雪了。只有一个妹妹。我没有你这个罪犯女儿！10年前我和清风就不该把你从孤儿院接回来。哼，敢说诗词歌曲是你写的，还敢说自己替若雪顶罪？若雪妹妹那么好，你竟想毁了她！滚！滚出顾家！这个白眼狼老脸饭，还拿癌症来骗我们啊！去死吧你！哥，我不是为了顾家的富贵，我只有3个月的时间，我只是想让妈和大哥他们知道，当初接我回来不是个错误。姐姐，我知道我是个养女，我可以把一切功劳都让给你。姐，你死在外面就行了，为什么要回来？若雪，若雪，若雪，姐姐，你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能让外人说哥哥们的诗词歌曲是一个罪犯写的，这样哥哥们未来就毁了。畜生！你还想杀了你的妹妹，看我不打死你！妈，若雪已经不跟你争了，还想害她，还想害我们！你该死！大哥，当初是你接我回来，你一定不会这么想吧？我最感谢的人是我唯一的妹妹天后顾若雪，如果不是为了我，她一定会成为最璀璨的那颗星。唯一的妹妹，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接回了顾家。后悔？
是我错，我这辈子终究是错付。要是能重来，我没有你这个罪犯女儿！去死吧！你该死！滚出顾家！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让你见回了顾家，白眼狼捞干饭！姐，这是大哥送你的大衣，还给你。我什么都不跟你争了，救救我，救救我！顾若雪，救你？对，姐，我真不是故意的，是那个人，他突然窜出来，我才撞上去的。你得救救我，姐，我给你磕头，姐，你救救我！我这是重生了，重生在了3年前，顾若雪酒后超速肇事逃逸，我替她顶罪的那一年。姐，只要你承认车是你开的，他们就不会追究了。可是这是会坐牢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逃逸，至少要判3年。姐，就求求你了，帮帮我嘛！这些是你写给大哥二哥的诗和歌词，我都不要了。我会和大哥二哥三哥承认，这2年是我抢了你的创作，你不是最想得到哥哥们的认可吗？这2年我从你这里抢走的一切可都给了哥哥们，我要是去坐牢的话，他们的一切可都变成罪犯给的了，那他们的前途可就全都毁了。你要是不替我顶罪的话，我就去找大哥，大哥不替我，我就说是3个哥哥教唆我肇事逃逸的。你太卑鄙了！对，我就是卑鄙，反正我只是个养女，他们又不是我的亲哥哥，你也不想看到3个哥哥的前途就这么毁了吧？如果你答应替我顶罪，我保证3年之后你出来之后，我会让你得到你应得的一切，得到3个哥哥的认可。顾青青，你要是不替我顶罪，我就去找大哥，让大哥替我顶罪。大哥要是不帮我，我就说这3个哥哥教唆我肇事逃逸的。重生了，我真的重生了。下你！我就是下你！反正他们又不是我的亲哥，我一个养女，你也不想看到你的亲哥哥前途就这么毁了吧？你就这么吃定我，会帮你顶罪？我的好姐姐，从你创作出第1首歌被我抢走的那天开始，我就吃定你了。像你这样从孤儿院里出来的人，自卑、敏感，渴望亲情，为了你那3个哥哥，让你去死都可以。是啊，为了那3个哥哥，我连命都可以不要。敢说诗词歌赋是你写的，还敢说自己替若雪顶罪，白眼狼捞干饭，还想拿癌症来骗我们啊！去死吧你！我最感谢的人是我唯一的妹妹天后顾若雪，如果不是为了我，她一定会成为最璀璨的那颗星。顾青青，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把你写的诗词歌曲还有商业策划通通交给我，这样我还能替你照顾好你的哥哥们，正好继承顾家。顾若雪，我要是以前，你肯定得逞，但是现在怎么样？你还要打我呀？那可是你最爱的3个哥哥呢。我已经死过一次，现在不受任何人威胁。我顾青青只活我自己。你敢打我？你个蠢！住手！敢欺负若雪！若雪！
哎呦，没砸到亲女儿，砸到养女头上，这得多疼啊！妈，你下手也太狠了吧！你这个逆女，若雪！混账！你为什么要躲？你知不知道你躲这一下，若雪受了多大伤害？干什么？那你为什么要躲呀，我的好儿哥？哼，我躲？你能跟我比吗？你能跟若雪比吗？你一个从小没人要的废物，能跟若雪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比吗？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什么叫教养！你这可打我！打你怎么了？不是你教的吗，二哥？反了，你真是反了！你真是个白眼狼啊！你二哥教育你，你竟敢动手打他！平时教你的规矩教养都喂狗了是吧？我就是没有教养，没有规矩。你说的那两句就是喂狗。你这个逆女！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给我滚！滚出顾家！好的，阿姨。阿姨。姐，你不能走！若雪，让他滚！这个畜生害你受了这么重的伤，让他滚出顾家！妈，我姐她不能走，我姐她肇事逃逸，她要我帮她顶罪呢。她要是走了，我就得去坐牢了。什么？顾青青肇事逃逸，让你顶罪？丧心病狂！你真是丧心病狂！我就知道你这种人留在顾家只会闯祸。这外面的警笛声是来抓你的吧？一定是若雪不帮你顶罪，所以才恼羞成怒的是吧？姐，我不是不愿意帮你顶罪，我是怕我要是被抓进去了，谁来帮大哥、二哥、三哥写诗、写词、写商业策划案？好啊，顾若雪，你还真会演戏，真会倒打一耙。你觉得警方会信你那些屁话？蠢货！站住！子辰，快去把督察找来，把这个畜生给我抓走。好。督察官同志，逃犯就是他。你好，我是江城第3交通支队队长，现在正在抓捕一名肇事逃逸者，请你配合，赶紧把他抓走。车牌号江 A448，是你的车吗？我车速这么快，飙车的地方又没监控，只要我咬死的是顾青青，就没人能证明是我。没错，是我们的车，都是这个畜生偷偷开出去闯的祸。昨天晚上10点20，你在江山路飙车，撞到一名行人，造成多处骨折，并且肇事逃逸，是否属实？不属实。肇事逃逸是顾若雪，不是我。督察同志，我能作证，逃犯就是他。我也能作证，就是他肇事逃逸，他还想嫁祸给若雪妹妹。没错，我也能作证，我女儿一直在家，肇事逃逸的就是他。姐，大哥们都已经作证了，你还是别一错再错，赶紧自首，才能争取宽大处理。一群狗叫也能作证？那我还能作证，肇事逃逸的人就是你。队长，你们不是有监控吗？还监控啊！姐，你还是赶紧认罪吧，万一事情闹大了，哥哥们可就丢人了。发生什么事了？督察怎么在？大哥，都怪顾青青肇事逃逸，还想嫁祸给若雪，让若雪帮他抵罪啊！肇事逃逸？青青污蔑若雪？不会的，我相信我的妹妹们，绝对不会肇事逃逸的。顾先生，这不是你相信就行，凡事都讲证据。去，收集所有肇事路口监控。是。你们看，监控的确拍到了肇事车辆，但是由于肇事车辆速度过快，导致司机人脸太过模糊，根本看不清。这根本看不清是谁开的车呀！青青、若雪，你们两个跟我实话实说，到底是谁开的车？大哥，你这么看着我，就认定这事是我干的？就是你顾青青，若雪我是看着她长大的，从小懂规矩有教养，她怎么会肇事逃逸呢？
既然你们没人主动承认，那就全部带回去调查。带走。不要！大哥，救救我！救救我！等等，我可以证明是谁开的车。证明？大哥，这一世你又会选择怎么证明？青青，对不起，我不能为了帮你就伤害若雪。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妹妹。不过你放心，无论你坐牢多久，你出来了，大哥会加倍对你好，好吗？是吗，大哥？你就这么笃定坐牢的一定是我吗？顾青青，你别再狡辩了。司机身上穿的那件风衣，是我在顾青青20岁生日那天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所以肇事逃逸的就是顾青青。顾清风，你仅凭一件衣服就断定我是肇事逃逸的人吗？顾青青，你就不要再狡辩了。虽然监控看不清脸，但那件衣服就是我送给你的。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是，太失望了。顾青青，大哥没把你教好，你在牢里好好改造，大哥不会放弃你的，好吗，青青？不需要了。这位同志，从现场的刹车痕迹来看，你认为车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肇事车辆车速起码180，在路上还做了几个高难度动作，撞到行人之后原地旋转180度，横向漂移，迅速离开现场。我断定，他一定是一个专业赛车手。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顾若雪在出道前就已经是个赛车手了。若雪是赛车手，那又怎样？她那么乖，只有你这种从小没教养的废物才会把车开那么快，撞了人还直接就跑了。没错，若雪为人低调，乖巧懂事，是公认的大家千金。她怎么会肇事逃逸呢？顾青青，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她？青青，哥哥把你带回来5年，教了你5年礼仪教养，没想到你竟然变成这个样子，满口谎言，心思恶毒。我满口谎言，心思恶毒？我的亲哥哥亲妈，你们难道不知道吗？我没有驾照。你没有驾照？这怎么可能？顾清风，这5年来我唯一一次摸车，就是你把车送给顾若雪的那次。你嫌我脏，你忘了吗？脏？大哥，你是要把这车送给我吗？当然了。哇，真漂亮。好了，青青，别把车磨脏了。啊，哥带你去兜风。我竟然不知道，青青连车都没有摸过几次，更没有驾照。难道肇事逃逸的真的是若雪？难道是我错怪了青青？大哥，不是我，真不是我。会不会是我姐她无证驾驶了？穿那件衣服的人就是她呀！顾清风，你怎么不相信自己的妹妹呀？她这么乖的孩子，怎么会肇事逃逸呢？没错。顾青青就是一个满口谎言、没有教养的人。大哥，你怎么能信他而不信若雪呢？青青，对不起，我没送你车是我不对，但那件衣服就是我送给你的，所以你无证驾驶对我，就是为了表达我没送你车你的不满。不满？我还敢不满吗？你知不知道，从那件衣服送给我那天起，就被他抢走了。在你们眼里，我就是满嘴谎言、没有教养的废物，所有的错都是我犯的，所有的罪都我来扛。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你们根本不相信。你们对我的成见比天高比海深。可是，你说若雪抢了你的衣服，这么幼稚的事，你让我怎么相信？好了，技术部已经查到肇事车辆所有行车轨迹，上一个路口的监控已经调查出来了，
小刘，处理一下。不用查了，是我。如果非要有一个人坐牢的话，那还是我去吧。顾青青，你真的要让若雪给你顶罪吗？你怎么还不伏法？我怎么有你这种妹妹，真没担当！顾青青，你太让人失望了。若雪，你没必要替她顶罪，大哥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委屈。今天我一定要让她得到应有的惩罚，她才知道悔过。给我查！大哥，若雪，你就别说了，今天这件事情必须查清楚、查明白，必须要让顾青青伏法，给我查！查吧，查出真相，希望你们不要哭就好。就这辆车从南向北行驶。这也看不清楚啊！把刚才画面重新放，速度放慢10倍。就是这个画面，暂停。给我放大，给我看清楚，这到底是谁？青青，一定是顾青青！证据马上清晰，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还有什么要说的？继续看结果吧。在结果出来之前，说什么都太早。结果就是你被关进大牢啊！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悔过之心吗？啊！你太让我失望了。失望？你还是看清楚这上面是谁，你再失望吧。若雪，这怎么会是若雪呢？是错了，一定是弄错了。为什么会是若雪？为什么不是你顾青青这个废物？果然，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所认为的真相。为了顾若雪，他们会不惜牺牲任何人。而上一世，我就像个傻子一样，为他们付出了一切。大哥，我不想坐牢。我要是坐牢了，谁给你们写诗词？谁给你们写歌曲？谁给你们写商业策划呀？顾若雪，你的那些作品真是你创作的吗？哪个不是你用他们威胁我，从我这儿抢走的？顾青青，你不但要害若雪坐牢，你还要抢走她的创作吗？顾青青，若雪给我的商业策划还没有写完，她给大哥写的稿子，马上就可以让他成为金牌主持人。他给自己的创作也在他成为天后的路上。全家最没用的人就是你，你为什么不能把他顶罪啊？因为我不是他妈。你们说的这么高尚，你们怎么不愿意替他顶罪啊？你们谁愿意？你，还是你？证据确凿，顾若雪，你涉嫌肇事逃逸。我代表江城第3支队正式将你逮捕，带走。若雪，大哥，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庆祝你荣升金牌主持人才超速赶回来的。等一下，我要联系受害人家属，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取得他们的原谅。我要联系受害人家属，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取得他们的原谅。大哥，我害怕。青青，别怕，去牢里好好反省，哥哥等你出来。妈，走。大哥，对，只要不让若雪坐牢，我们顾家什么都答应。对，李队长，我现在就联系我们的父亲，筹集一切资金。我早该明白，就算大哥是真的关心我，但在我和顾若雪之间，他依然会偏爱另一个。据反馈，目前受害者并无生命危险。如果你们达成和解的话，
他还是能保住的，但如若达不成和解，我们会随时过来抓捕。小郭、小刘，走。若雪，若雪，你放心，不管哥哥花多少钱，都不会让你坐牢的。还真是兄妹情深啊！那我祝愿你们一家从此幸福美满。站住！你要去哪儿？你不觉得我在这个家很多余吗？妹妹，你们有顾若雪一个人就够了，而我连狗都不如。青青，你怎么这么想？你和若雪都是我妹妹，我对你们都一样。顾清风，你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很恶心吗？当我要被抓走去坐牢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当顾若雪要被抓走时，你又是如何做的？无论你坐牢多久，你出来，大哥会加倍对你好。若雪，你放心，不管哥哥花多少钱，都不会让你坐牢的。哎呀，就算你去坐牢，我也不会让你去坐牢的呀！够了，顾清风！我原本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只是单纯的坏，而你比他们更虚伪，更令人作恶。从今天起，我与你们顾家恩断义绝。再说。我说，我要与你们顾家恩断义绝，把你们从我这拿走的统统夺回来。再说。恩断义绝。再说，再说，再说。这第一巴掌，我当是你当时搭救之恩。这第二巴掌，这几年你没欺负过我，我忍了。第三巴掌，看在你关心过我的份上，我不计较。后面这几巴掌，就当我们断了这几年的情分。现在亲情没了，情分断了，你还有什么资格打我？青青，你现在真的要跟我们断了情分，要跟我们断亲是吗？这几年，你真的从来就对我们没有过真感情是吗？是我错怪你了，可我那也是为了你好，大哥，我是怕你走了弯路啊！又是为了我好，让我背锅顶罪，也是为我好，真可笑。也是，谁让我是流落在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有人教养的废物。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对我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压得我脊梁骨咯吱作响。可是你们谁又会听一个废物喊疼？你们顾家的地下室，我住了5年；你们顾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灰尘，我打扫了5年。就因为我碰了你们的美食，你们就说我虚荣，说我穷人乍富需要克制。我竟然不知道，我青青当年受了这样的苦。我不服，我疯狂读书，我写作、写诗、写歌词、写企业策划，为的就是证明我和你们一样。可最后，我还是错了，你们就任凭这个贱人窃取我的成果。青青，我们，你们不是不信吗？你们能有今天都是靠我。你们不是不信，你们的诗词、歌赋、电影、企业策划都是我写的。那好，我就要在你们最擅长的领域，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部踩在脚底。青青，青青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成见吗？大哥，还说什么所有的创作都是他写的？我看他是为了博得我们所有人的关注，才搞了这么一出。就是啊，他早就该从我们家出去。让他出去吃点苦也好，只有这样，他才知道我们对他有多么的好。我一定会找到他，把他带回来，教他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大哥说的对，我们还是赶紧把姐姐给找回来吧，毕竟这一切都是我的原因。陆雪，这也不能怪你，就让他出去冷静几天，吃点苦头，这样也能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不是说我们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靠他吗？他不是吹牛说自己会写诗会创作吗？那就放手让他去做，让他来打败我们。大夏之声，顾家人不是骄傲吗？不是看不起我吗？那我就要在你们最骄傲的日子，把你们打落神坛。顾清风，你是第一个。哼！你们干什么吃的啊？1024电台收听率已经跌到了谷底，10几个栏目竟然比不上大夏之声一个顾清风，月月亏损。你们说说啊！不解散，我拿什么脸面去跟上面说啊？部长，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打造出抗衡顾清风的节目来。废话！主持人，我告诉你，我再给你最后1个月的时间，收视率再上不去，我被撤职，整个1024电台都将并入大夏之声。这1个月的时间，这怎么能够呢？请问1024电台招聘主持人们，能打败大夏之声顾清风的那个？你能打败顾清风？切，你开什么玩笑？那可是集诗词嗓音全部点满天赋的金牌主持人。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反正你们不也快倒闭了？部长，要不咱试试？死马当活马医嘛！混账话！谁是死马？就凭他，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有什么能力不知道，拿什么去打败顾清风啊？就凭这个，16字风水秘术。清风，部长让你今天一定全力以赴，彻底压死电台1024，完成对他们的并购。收到。欢迎收听《大夏之声》，我是顾清风。我们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幸福，不在过去，不在未来，而是在当下。碗中餐，眼中情，身边人。3餐4季，家人闲坐，幸福安康，灯光可亲。顾清风，我当时写这些的时候，真没想到你们根本不把我当家人。疯了呀！我真是疯了！我居然相信一个素人，在夜间黄金时段播什么这个1001夜，这可是1024电台最后一块还算有点收视率的时段。要是闹出什么纰漏，哼，等着吧，我直接被总裁就得炒鱿鱼。哎呀，部长，这早死晚死那都是个死，还不如就跟那顾清风打擂台。他就算是播成一坨粑粑，最起码也能在同一时间段恶心的大夏之声一下。哼，今天之后整个电台都不存在了，也行，恶心一下他们也好。开始播吧。开始吧，顾青青。大家好，这里是江城电台1024，1001夜，每夜一个故事栏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顾青青。接下来我要讲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首先，我要告诉大家，
盗墓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写字画画，而是一门具有破坏性的技术。什么破电台还换主持人？1001夜盗墓，谁还听？故事要从一门16次风水秘传残篇说起。那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败家，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还四处骗钱，只骗得所有人都把他当成臭要饭的，趋之不及。我爷爷骗我太舅爷爷说要娶媳妇儿，这才从他手里骗来了20块大洋。结果他为了应付差事，就找了一个纸扎女人，用水彩画上眉眼鼻子，远远看过去竟像活人一般。好家伙，20块大洋居然买个纸媳妇儿，嘿嘿，有点意思哎。太舅爷爷非要见见我爷爷新娶的这媳妇儿，我爷爷死活拦着不让见，他越拦越显得有问题，太舅爷爷就更加疑心。2下里，两人便争执起来。正在此时，里屋的门帘掀开了，杏丛中走出一名女子，她长得白白净净，大脸盘子，大屁股，小脚，红嘴唇。我爷爷心里咯噔一下，哎呦，这不是我找人糊的那纸人吗？他竟然活了！我去，这纸人竟然活了，这么刺激！快听快听，1024有惊喜，有大惊喜！哎呀，怎么样啊？播出之后收听率掉光了吧？部长，这刚开始还有点掉，这会儿好像又涨了点。目前收听的人数是58000，哎呀，这已经比平常咱4万多高出不少了。嘿，好啊好啊，哎，收听率58000，哎，那个大夏之声顾清风的，我看看。大夏之声的收听率依旧稳定，1800多万，1800多万，58000。哎呀，就这点数，你还恶心人家，人家都不会在意。那纸人活了。只见那纸人僵硬地凑到我爷爷耳边，悠悠道：“如果有一天你日子到了穷得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到13里铺的荒坟来找我。在那片坟地的正中间，有一座没有墓碑的孤坟，里面的棺材就是我的尸身所在。那里面有数不尽的金银珠宝，只要你敢来，里面的财物就尽管你随意拿去花用。师傅，赶紧走，这钱都给你。师傅，不好意思，我眼球快吃到了，我给你钱，加钱都行。走！大妹子，你这妆也太吓人了，快点别把我吓走！兄弟们，快打开电台1024，今晚的故事太刺激了！来，快来！黄金档讲恐怖故事，主播你也真够拼的。完了，我睡不着，想听又不敢听。都别睡了，快来听！我操，给老子吓尿了呀！我去，哎，这大夏之声的流量开始下滑了，小部分的听众都吸引到我们电台了，这收听人数达到上百万了，这还是这几年来咱们1024电台第一次有这么高的数据吧？哎呀，100万，居然已经突破100万的收听率了。哎，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哎，若雪的这篇稿子写得非常感人，这收听率应该破纪录了。清风，刚才我们的收听率的确是到了1800万，但是现在在不断下滑，已经下滑到了1600万，听众还在不断流走，不停的流走，这怎么可能啊？这些听众都去哪儿了？
根据数据显示，听众全部流向了江城电台1024。江城1024，那不是一个快要倒闭、快被我们收购的电台？我来听听。我爷爷的神情也亢奋起来，他一咬牙，站起身，拿起铁锹，掀开了棺材盖子。哇！只见棺材中赫然躺着一位美女，高鼻梁，大红嘴唇，洁白的脸庞两边用胭脂点了2个大红点，凤冠霞帔，大红丝绸，穿吉祥袍的新娘子。他的播音功底实在太强了，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只不过，这声音有点耳熟吧？哎，这1024的新主播可以啊，这水平，这感染力，丝毫不亚于大哥啊！这该不会是哪位隐藏民间的艺术家吧？诱人的闪烁。他伸手想要去够那位女士身上佩戴的祖母绿宝石戒指，他刚要伸手，只见棺中的新娘子突然手臂一翻，抓住了他的手腕。钢钩一般的长指甲有1寸多陷入了他手腕中的肉。我爷爷吓了一跳，一抬眼就看见了棺中的新娘正瞪着一双流着鲜血的瞳孔，死死的瞪着他的眼睛。这到底是谁？这播音感染力太强了，这至少得有20年的播音功底。这1024的新晋主持人到底是谁？这1024的新晋主持人到底是谁？找到了，1024 1001夜新主持的资料找到了。顾青青，顾主持人，您认识他？那您能不能把他挖到咱们电台？就在刚才，他们1024的收听率已经破了800万了，再这样下去，对我们很有威胁。挖过来，可是我觉得这个声音真的像青青。难道这个新晋主持人真的是青青？不行，我得弄清楚。喂，青青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大哥，你没事提那个废物干什么？真晦气！你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啊，别打扰我听电台故事啊。你也在听电台？没错，大哥。哎，我跟你说，这个1001夜的新主持啊，这讲故事能力也太棒了，跌宕起伏的，哎，真有2把刷子。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像青青？谁？顾青青？哥，我说你也太看得起他了吧？那个废物他怎么可能有这种写故事的能力啊？哎，也是，可能是我太担心他了。喂，吴林，你抽空也打听一下他在哪儿，赶紧把他接回来。啊，知道了，知道了。哇，800万了啊！这才第1天播就达到了800万的收听率，部长，我们最巅峰的时候以为这么高吗？是啊，这第1天就已经达到了800万的收听，这可是从来都没有人能做到的。这大夏之声的王牌节目也不过1000多万而已，咱们呢这次极有可能超过大夏之声。播，让顾青青继续播，一鼓作气。清风，这次这个1001夜这么火，不会真的超过咱们吧？怎么可能？我不管他是谁，不可能超过我顾清风。接下来我要唱一首歌，歌曲首秀，这是若水妹妹留给我的底牌，我绝对不会输。什么？顾清风要唱歌，进行歌曲首秀？这个顾清风啊，他是一点不给我们1024留机会啊！顾青青，顾清风要进行歌曲首秀，你一定要再坚持一会儿啊！实在不行，你就把刚才的故事再讲一遍，
千万不能让我们输得太难看啊！唱歌，顾清风，你急了是吗？你以为拿着顾若雪偷我的2首歌就稳操胜券了？那我就1首歌让你震惊世事。欢迎大家回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顾清风，感谢大家这几年的支持。接下来呢，我会用一首歌，一首我妹妹写过的原创歌曲来回馈给大家。大夏之声第一暖男首次献唱，快，赶快收听第一暖男的歌！快，大夏第一暖男首秀！别听什么故事了，赶快听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期待》。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天。我期待的不是缘，而是和你的遇见。我期待烟花满天。哇，没想到男主持唱歌也可以这么好听。我期待的不是一句抱歉。气死我了！这个顾清风啊，他哗众取宠。你说他一个主持人，他唱什么歌啊？我们的收听率立刻下降了50万。部长，你看，这到现在还一直在下降呢。听众朋友们，故事之后，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一首我自己原创的歌曲，送给那个曾经的我们。什么？顾青青她也要唱歌？这不明显搞事情吗？这故事讲得好好的，唱什么破歌？告诉他继续讲故事，继续讲。顾青青，部长要求你继续讲故事，不能唱歌，因为顾清风的妹妹顾若雪，她是个著名的创作人，跟她比唱歌，你输定了。我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这什么破名字啊！哎呀，完了，这能赢才怪呢！这回啊，肯定要被大夏之声彻底踩死了。隐形的翅膀，什么怪名字？没意思，不听了。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绝望。没当司机前，我也是个有梦想的人啊。追逐的年轻的身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听着这歌啊，突然怀念起当年四处闯荡碰壁的时候。我也老了，都开始怀念以前年轻的时候了。我怎么听着这歌这么想哭啊？为什么？兄弟们，来，过来听歌，快来给我哭！快来听歌！这个主持人唱的歌也太好听了，金曲，肯定是金曲。顾青青，你究竟经历了什么呀？大师级别的播音水准，金曲品质的歌曲，天堂级的唱功啊！我去，1024的主持人也太强了吧！这歌唱的我都想哭了，比大哥唱的还优秀。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我期待人把了头，我和你相拥走很远很远，不顾一切的爱永不会变。感谢大家收听清风的节目，明天继续。隐形的翅膀，让梦恒久比天长，留一个仰望，让自己想象。部长，这多少啊！我虽然不太懂音乐，但是我能听得出来，这首歌绝对是经典金曲的标准。我想
这首歌应该收听率不会太惨吧？部长，你看，这，今天的收听率的确达到了历史新高，2200万。但是压不垮1024。这怎么可能？2200万的收听率，竟然压不垮一个小电台。那他们的收听率是多少？2200万的收听率，竟然跟我们持平了。今天是持平了，但对面只是一个毫无名气的新主持人。今天他一炮而红，明天输的可能就是我们了。我没有看错吧？收听率居然是2200万，这已经同大夏之声持平了呀！我们和大夏之声打平了，全靠的顾青青啊！耶！顾青青，不，顾小姐，不，我们台的一姐，以后啊，你就是我们1024电台的神。以后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满足你，答应你。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打败大夏之声顾清风，把他彻底踩在脚下。怎么可能？我的歌曲首秀，1024那个小电台，他怎么可能会超越我？他又写什么新故事了？是，他也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是不是哪里弄错了？我唱歌，他也唱歌，他唱的歌竟然还超越了我妹妹顾若雪给我写的歌。是这样。不可能，我听一下回播。我终于翱翔，用心灵光不害怕，哪里会有我输了。这首歌不管是从歌的品质上还是唱功上，都在我之上。今天的收听率持平，那我明天怎么办？这个1001夜的新主持人顾青青到底是何方神圣？顾青青，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名字？只可惜我妹妹顾青青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才华，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担心她了。你妹妹顾青青？这个主持是你妹妹顾青青？我妹妹若是有这样的才华，我做梦都会相信。不过我不管她是谁，她都不可能打败顾清风。若雪，我的妹妹若雪，一定可以写出超越1001夜的故事。1024电台顾青青，不管你是谁，可能比我妹妹若雪更优秀。顾清风，明天我就让你在你最引以为傲的地方，把你打入尘埃。若雪，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稿子可以用啊？之前给你的稿子这么快就用完了？糟了，顾青青之前写的那些东西都被用的差不多了，我上哪给大哥写稿子去啊？最近世纪电台出了一个1001夜的节目，那个主持人无论是写故事、作词作曲还是唱歌，都远胜于我。今天收听率跟我持平，很难讲之后会不会把我比下去。1001夜，哎，这不是我们俩最近听的那个吗？对呀，你们说这个1001夜的主持人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这么厉害啊？说起来，这个主持人还和顾青青同名。顾青青？他要是真的这么有才华就好了。他要真有这么厉害，我们至于对他那么严厉吗？这种天才是万中无一的，青青资历平平，怎么跟人家比？哎，你找到青青的下落了吗？哎呦哥，你还真要把他找回来？不是他在外面混不下去，自己就灰溜溜回来了。她毕竟是我的亲妹妹，这些年她在外面受了不少苦，就算她有时候没规矩没教养，带回来我好好教育就是了，怎么能真的不管？哎，行，我帮你找回来就是了。哥，你先忙你电台的事吧啊。若雪，你之前的稿子让我获得了金牌主持人的称号，这次是不是也可以让我成为第一？大哥，我最近忙着写歌呢，真没有时间。若雪，你之前可不是这样的。
不管我以前要的有多急，什么时间要，都会给我稿子的。以前是顾青青那个傻缺，只要你们说要稿子，他就能不眠不休的给你们写。难道现在人我给你当小猫啊？哎，大哥，我有办法。明天你电台的直播呢，我去给你当嘉宾，这样不仅可以宣传我的新歌，还能提升收听率，一举两得。那可太好了！明天我的节目一定可以创造历史收听记录。顾青青，我刚刚得到消息，顾青风的电台有邀请天后顾若雪当嘉宾，说要发表新歌。哎呀，这一下完了，天后的粉丝那么多，而且她唱歌的效果肯定要比顾青风好啊。顾若雪要去大夏之声唱歌，打败顾青风可能是幸运，但她是顾若雪，那可是天后，比唱歌你是比不过的。哎，你可以继续讲恐怖故事啊，只要收听率别太低太难看就行了。这本来昨天的收听率能够持平的，我还想着今天能够超过顾青风的。哎呀，顾青风有这样的人脉，能够打败他，只能靠奇迹了。没想到能打败他们的那一天来得这么快。放心，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证奇迹。若逢鲜血初霁，满月当空，下面平铺着皓影，上面流转着亮银，而你带着笑向我走来。月色与血色之间，你是第三种角色。欢迎收听《大夏之声》，我是主持人顾青风。今天是最后一场大选，我特地请来了歌坛新晋天后顾若雪，为大家带来了新的歌曲《认真的雪》，加油！我去，月色与血色之间你是第三种角色，顾青风不愧是天才主持人啊，这诗写的太好了！快听大夏之声啊，今天还有歌坛天后，若雪女神，若雪天后。大家好，我是顾青青，这里是1001夜，今天由我继续为大家唱歌。哎呀，哎，来了，看看今天主持人唱什么歌。大哥和小梅的电台已经开播了，但是我又想听那个1001夜，那个新主播又有什么新花样？哎呦，好纠结，我到底要听哪一个呀？小天后居然去了大夏之声，听说还要唱新歌呢。大家快去啊！天后加油，女神加油！这电台的收听人数直线下降，都已经跌破500万了，听众朋友都流向了大夏之声，我们完了。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你让谁陪。好了，我们电台数据直线飙升，已经突破1300万了，接400万了。果然，若雪妹妹写歌写词的能力无人能及，这样好的歌也只有她能写出来。今天的收听率应该要破纪录了吧？接下来我会随机接近一位听众，根据他的故事，现场创作一首原创的歌曲。根据自己的故事创作一首歌，真的假的？商量好的吧？骗人的吧？炒的托吧？这都是。爱的那么深，比谁都认真，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漫天风雪，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人。不愧是天后的歌，真的太好听了！再搭配顾青风那成熟磁性的声音，再搭配这雪景，呀，实在是太雅了。没错，顾天后这嗓音太好听了。认真的雪，真的太好听了，不愧是顾天后啊！现在听众反馈非常好。若雪妹妹果然优秀，她写的稿子和歌都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高度。1001夜现在的收视率应该急速下降了。我去，你们听到没？那个1001夜的主播竟然要根据现场听众的故事，现场原创歌曲，真的假的？哎，我去听听。
哎呀，要不我们去听1001夜？但是，哎，我这是打探敌情，不是吗？啊，同意。好，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你好，你好，你真的能根据我的故事写出原创歌曲吗？没错，请说出你的故事。是一个小三，我是一个小三。啊！我去，小三！我去，这也太炸裂了吧！我知道他有老婆和孩子，就是大家口中说的不要脸的小三，现实。我去，这小电台这么炸裂啊！真刺激啊！哎，我去，快去看1001夜。都是唱歌，还不如听顾天后。你懂什么？有人在他的电台里爆料当了小三，还要主持人根据他的故事写一首歌。我去，这么刺激！我去看。准确的说，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是小三。我一直以为我跟他是正常的恋爱关系，他给我买车买房，不让我工作，他说过会一辈子养我的。我一直以为我遇到了对的人，我真的以为我会跟他一辈子在一起的。我就像他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他和老婆孩子一起逛街，他笑的是那样的开心，而我却是那样的手足无措。哇，这听众朋友还在持续的进入，这故事太炸裂了，这听众朋友都被吸引进来了。我有想过跟他分手，可是这些年以来，都是他在给我买车买房买包。我要是真的跟他分手了，我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要去依靠谁。主持人，你能根据我的故事帮我写一首歌吗？我去，这也太刺激了！哎，你说这个主播能根据这个故事写一首歌吗？当然，歌我已经创作完了。我是带你求情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享受珍宝，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带你求情这么快，竟然真的创作出来了！我去，这主持人厉害啊！这才多长时间就写出一首歌？伴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感谢小天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接下来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点歌。清风，我们直播间听众人数停止上涨了，停在了1500万，听众又流向了隔壁电台。啊！让我们来有请听众连线。你们好，你们是不是可以点歌呀？当然可以点歌。请问你是顾天后的粉丝吗？只要是我的歌，你想要听什么，我都满足你。那你能根据我的人生经历现场创歌吗？创作歌曲是需要时间、需要灵感的，这怎么可能做到？不是你们说能够根据听众故事现场创作歌曲的吗？你们不是1001夜吗？我们这里是大夏之声，请问你还有什么别的要点歌吗？哦，那算了，我要去1001夜，我要主播根据我的人生经历创作一首歌。根据听众的经历现场创作，我堂堂天后都做不到现场创作，谁能做到啊？
我在这里警告一些居心不良的同行，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才是正道，不要动些歪心思，少一些拖来我这里闹事。哼。好，下面有请下一位。我像是夜的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房子？我像是夜的我去，这也太好听了吧！感觉像是一只被囚禁的鸟，却被无情的枷锁束缚着。它盘旋着，在寻找自由的出口，但无法逃出那份情感的牢笼。我已经被它彻底俘获了。1500万了！听众这么快就突破1500万了！是唯一的奢侈。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这忧郁的嗓音将这份绝望和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我好像真的看到了那只鸟，它被禁锢在了牢笼里面，它的翅膀拼命地拍打着天籁，它的眼神里面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这首歌完完全全唱出了我对自由的感受。我本来以为这么短的时间内他顶多能写出一首普通的歌，但没想到他又写出一首金曲，那就说不定他比若雪还厉害。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房子？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快去给我查这个人是谁！我出500万，500万不行800万，800万不行1000万，给我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到我们公司来。眼泪是唯一的奢侈。我像是夜的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房子？我像是夜的你可有可无的影子。2800万，2800万了，而且还在持续上升，这已经创造奇迹了呀！秦风，直播间收听率已经跌破800万了，听众全部流向1001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下一位听众。喂，是不是你们说能根据我的故事写歌啊？不好意思，我错了，已经不足300万了。主播，俺想跟你说说俺的初恋，你能给俺们写首歌吗？打错了。喂，我跟你说说我的故事，你能给我原创一首歌吗？主播，喂，错，你能给我原创一首歌吗？打错了，主播，打错了。请问这里是1001页吗？我再说最后一次，这里是大夏之声，大夏之声，不是什么1001页。哎，哥，咱不播了吗？那节目不就开天窗了吗？都没人听了，我还播什么？这1001页的主持人，你倒要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这怎么回事啊？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连我都不能保证现场创作，他还要根据观众的故事现场创作，开什么玩笑嘛！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谁。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做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无计可施，是无谓的日子，眼泪是唯一的奢侈。
这位听众，你觉得怎么样？太好听了，这首歌完全的唱出了我的心情和委屈。你喜欢就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个听众。大哥，怎么了？他不是说可以根据听众的故事现场原创歌曲吗？我这就打给他。没错，这八成就是他们电视台做的戏罢了。这种人必须让他身败名裂。你好，这位听众。喂，请问你们这里是不是可以根据听众的故事来原创歌曲？我这里有一个好故事，想要分享给你。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好像是我大哥顾清风。好，请说出你的故事。我有一个妹妹，从小就流浪在外，20多岁的时候被我们接了回来。我们全家对她可以说是掏心掏肺，我们从不嫌弃她没规矩没教养。我们给她住大别墅，让她吃山珍海味，每年给她500万的零花钱，让她去最贵的贵族学校，给她更多的疼爱和资源。可是她呢，因为一点误会就叛出家门，到如今都杳无音讯。果然是的，我的好大哥，在他眼里，我永远是那个没有教养、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既然你想让我被万人唾沫，那我就好好的给你唱一首。怎么样？我的故事讲完了，请问可以原创吗？当然可以。哎，兄弟们，你们有没有听1001夜？这投稿人的妹妹也太不是个东西了。就是家里给了他那么多资源，一点不知道感恩，生米恩斗米仇啊！这种妹妹就不该把她接回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很像大哥啊？对，这该不会是大哥在给电台打电话吧？我可以为你原创一首歌曲，不过在这之前，我想问你几个关于你妹妹的问题。我想电台直播间的听众们也都想听听看。好啊，你问。你说你们全家对她掏心掏肺，让她住大别墅，那你还记得她住的是哪一间吗？我当然记得，我怎么不记得青青住哪了？2楼好像是顾灵的，3楼是思辰的，最大的房间是若雪的。那青青在地下室。哦，你说的大别墅原来是地下室。这穷人丈夫难免会骄奢淫欲，我这是为了让他守规矩，才让他住地下室，让他过渡的。我这也是为他好。哼，谁会在地下室度过5年？你说的每年500万零花钱，你有转账记录吗？你说的无数资源和宠爱，你能举个例子吗？为什么我竟然什么都想不起来呢？这投稿人不会在撒谎吧？哼，这家人也太不是东西了吧，在节目上胡说八道。这位听众，根据你的故事，我为你原创了一首歌，希望你听好了。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能唱出什么好歌来？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毕竟的情是情深缘，没有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怎么可能啊！这么短的时间内，他真能原创出一首歌？什么水准啊，这是！他这什么意思？说我是个演员，说我设计那些情节，我是真的为青青好，他这么做的。我希望他能够像小妹一样，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才这么做的。在比
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时代的改变，看那些哎，兄弟们，你们听听这词儿啊，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哈哈，漂亮。你难过的太表面，他这是在质疑大哥的真心。大哥对他这么好，他配吗？他这是在质疑我的伤心和痛苦吗？你又知道些什么？对我妹妹的爱是真的。你想怎样我就随便，爽，就应该狠狠打他的脸，这算什么哥哥呀？这跟我的故事完全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不承认，我不承认，我不承认。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这是在说我演戏，说我没有底线吗？可是青青，我的妹妹也是这么想的吗？我是真的爱她，我才这么做的。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主演？原来当爱放下放背后的这些那些。对啊，这个人要是真爱他的妹妹，怎么会在节目里这么抹黑他呀？我看那个妹妹才是真的可怜，被带回去5年，竟然还这样对她，真应该跟这一家子人分开。最怕的就是拖着。他这是在说我们假惺惺，在说我们装模作样。涨了，涨了！部长，快看！好，哎呀！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剪掉那些情节，让你看上去体面。这是在说我胡编乱造，故意抹黑青青。你是怎么敢质疑我对青青的爱？这一切都是出自于我对她的爱，才会对她严厉，才会屡次纠正她的错误。这一切都是源自于我爱她。我就不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不知好歹的人，钱和资源都不要，执意要回贫民窟，肯定是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造谣！这跟我讲的故事完全对不上。我不认！不认！我不认！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不可能！青青那么怎么会质疑我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啊？若璇，那个电台主持人，陪我去，陪我去！大哥，我马上要跟未来娱乐的副总签约了，我先走了。好，自己去。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哎呀，顾青青，5000万了！我们电台最高时段的收视率已经达到了今日的5000万，我们创造了历史啊！太好了，不负众望。而且现在我们电台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说你创造了2首金曲，无数家娱乐公司现在都想约你见一面，你的签约费已经达到了3000万的高价。是吗？现在顾清风恐怕已经尝到失败的滋味了。3首金曲，估计也能撼动顾若雪的地位了。接下来便剩下了商业奇才顾影，我的好哥哥，等着我的狙击。让开！不好意思，请问你有预约吗？我是省台的顾清风，见你们一个市台的小主播，还需要预约？这算什么？这些人可都是来找他的。景泰娱乐公司的记者，那便是滚蝶娱乐公司的王董，居然还有
大夏第一娱乐公司造星厂的总裁也来了，是一个小小的主持人，阵仗够大的呀，惊动了这么多大人物。你就是那个2天创作出3首金曲的电台主持人？没错，是我。你好，我是未来娱乐的总裁傅慎业，想要跟你合作。顾青青，你愿意和我签约吗？未来娱乐的总裁，当时顾若雪就是利用我写的歌，成功签约了未来娱乐，一路坦途。怎么他要和我签约？今天不是顾若雪签约的日子吗？你未来娱乐总裁，你准备签约顾青青？没错，我在电台听过你的歌，不光是现场创作，还能根据观众的故事再创作，且首首都是金曲。我保证，只要你跟我签约，我会用最短的时间让你成为最闪亮的那颗星。哎，那怎么能行呢？顾青青已经答应跟我们合作了，怎么能和你签约呢？顾青青的违约金我赔了，并且愿意再付1个亿的签约金。1个亿？1个亿算什么呀？在我们电台每个月都能拿到10几万呢。没错，顾青青确实很有才华。你难道想把她困在这个小电台？主持人，顾青青可是咱们台的顶梁支柱啊，你可千万要把她留住啊！你说的对，你走吧。你说什么呢？他走了，咱们台可怎么办？主持，你真愿意让我走啊？他说的也对，如果你留在这里当一个小小的主持人，也没什么大出息。未来娱乐这样的大公司抛来的橄榄枝也不常见，我不想拖累你。你放心，就算我离开电台，也不会抛弃你。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鬼吹灯的故事我已经写完了，到时候就把稿子给你，相信电台的收听率不会下降多少，至少能打败顾清风的电台，不成问题。太好了，谢谢你啊，顾青青，你真是太好了。幸好，电台不用倒闭了。主持，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是不会抛弃你。顾青青小姐，你是打算跟我签约了？没错，只是我不要你的1亿签约费。你不要1个亿的签约费？但我要未来娱乐50%的股份。什么？50%的股份？顾青青小姐，你知道未来娱乐50%的股份值多少钱吗？那可是上百亿。纵然你有再好的创作能力，你的嗓音条件再好，那也不能狮子大开口，张口就是上百亿吧？谁说我只要当一个小小的歌手？我要以我的歌入股未来娱乐。2首歌曲可值不了上百亿。谁说是2首？我要靠的是200首、2000首金曲，以及我个人带来的商业价值。2000首金曲。好，我可以跟你签约，但你要向我证明你的价值。部长，我们电台的电话都要被人打爆了。刘天王重点邀请顾青青为他量身定制一首歌，他愿意出资1000万。顾天王也打来电话，想要和顾青青小姐合作，还有天哥天后，我这边也接到了10几个知名经纪人的电话，都要和顾青青合作。现在还需要证明我的价值吗？没问题，我这就起草合同。顾青青小姐，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不是你们未来娱乐让我来的吗？傅申燕副总呢？不好意思，我们副总有急事。我可是堂堂天后，你们就这样对我？你要是不愿意等，可以先回去。
可是签约的事，哎，你能告诉我你们副总去哪儿了吗？据说1001夜的一个新主持人2天原创了3首金曲，我们副总决定要亲自去见一见他。1001夜，又是他！这个电台主持人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能惊动未来娱乐的总裁！不好意思，各位，大家先请回吧。顾总，等我这2天交接完电台的工作，我们之后再联系。青青，怎么会是你啊？你不会在这个小电台打工吧？没错，我就在这家小电台工作。还好大哥先找到你了，等一下跟我回家。我承认之前对你是有些误会，那都是因为爱你才对你那么严厉的。害我，在你心里眼里恐怕只有那个养女。青青，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明白我的苦心？我那么做都是为了培养你。算了，我不在这解释了。那个1001夜的主持人呢？他在哪？我要见他。我便是那个电台主持人，有什么话说吧。青青，你开什么玩笑？大哥，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是来自贫民窟的，但是你懂创作。你之前偷了若雪的创作，我就不说什么，但你怎么能骗大哥呢？果然，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那个主持人连续创作了2首金曲，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历史收听记录，还写出那么好的故事。就凭他的实力，若雪来了他都会自愧不如。你怎么能屡次撒谎骗大哥呢？连我一个外人都能看出他的实力，你作为他哥竟然不相信。果然，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就算顾青青说的是实话，你也不会相信。我可以作证，顾青青她就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青青，既然真的是你，写出那么好的故事，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金曲，你有这样的实力，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刚刚说了，你信了吗？是我之前忽略了你。青青，为了你的职业发展考虑，以后就别在这干了，跟我回家，给我写词，给我写歌，我保证以后会让你像若雪一样优秀。原来你是想让我回去给你写歌，如果我没用，你恐怕想都想不起来我。青青，我这也是为了你的职业发展。这样，我以大夏之声的名义，我每年给你开出1000万薪酬，怎么样？哼，真是不自量力，你怕少说了一个0吧？一个新人1000万，我还是看在青青是我亲妹妹的份上，我才开出的高价1个亿。就算是我妹妹若雪来了，她也拿不到这么多钱。你现在还不知道吧？现在顾青青的身价是1个亿，你那点钱打发叫花子吧。青青，哥哥知道你有点创作能力，但是你怎么能联合外人诓骗我呢？骗，在你眼里，我就永远是一个满嘴谎言的骗子。你对我何曾有过半点信任？你对顾若雪也会有这样的成见吗？我要他写稿子，这点钱你都不愿意出？可是1个亿它不是一笔小数目。好啊，为了你的职业发展，我答应。刚刚是1个亿，现在是2个亿。2个亿？青青，你这是在抢劫！啊，别胡说，抢劫哪有这来钱快？你还有5秒时间考虑。5。青青，你是我亲妹妹，我让你去大夏之声，我是为了你的发展。4。你只有去省台，才能发挥你的真实实力。3。才能有上升空间。2。青青，至少是我把你带回顾家的，只有我们2个人共同合作，才能实现双赢。1。青青，哥哥为你考虑了这么多，你就不能再想想吗？你是为我考虑，还是为你自己考虑？顾清风，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虚伪，一样可恶。你说我虚伪？青青，你怎么这么伤我的心？你别忘了，是你把我带回顾家的，是你让我住地下室，让我吃剩饭，
把我当成一条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你对我的伤害远远超过他们所有人。青青，我这是怕你穷人乍富，不知道节制。我没想到你竟然因为这点小事就记恨我。这只是第一步，我要让你失去天才主持人一职，我要让顾若雪成为没落的天后，我要让顾林的商业帝国逐渐陨落。青青，哥哥错了，哥哥以后会好好对你的，之前欠你的我会尽力弥补。青青，跟哥哥回家好不好啊？我没用的时候就把我一脚踹开，现在我有用了又求我回去，别做梦了，别忘了你说过，你只有顾若雪这一个妹妹，而我永远是你们顾家的一个污点。竟然亲手将这种天才拒之门外，你们顾家还真是有眼无珠。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保安！青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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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顾青青，你就这么欺负大哥是吧？赶紧给我滚回去！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你别忘了，我已经说了，我与你们顾家已经彻底恩断义绝了。青青，之前都是我们错了，是我们忽略了你，没有在乎你的感受。我保证以后对你不再有任何成见。跟我们回家好不好？好啊，你让我回去也可以。那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好，我保证不带任何成见的回答你。好，第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越扒拉越长，越扒拉越硬，越扒拉越粗，越扒拉越大？越磨越大，越磨越硬。青青，一个大家闺秀，思想也这么龌龊。我说的是油条啊，大哥，你想什么呢？第二个问题，什么东西放进去是硬邦邦，拿出来是软绵绵，还留一些液体？青青，你说话别太无耻了。顾青青，夏姐，你怎么提出这种鬼问题？跟哥哥们开黄腔？你什么时候变成这种人了？有什么奇怪的？不就是烤红薯吗？你听见了吗，顾清风？这就是你对我的成见。无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信。如果是顾若雪跟你猜谜语，你还会说她下贱，说她无耻吗？我不会。那你为什么说我？是不是因为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没人教养，没有父母？顾清风，你还没看清楚你自己。你假清高，你虚伪，你对我的成见比他们所有人都更重。你对我的成见比他们所有人都更重。没有，我不是这样的。你少虚伪，你就是看我现在还有用，否则你怎么会好心让我跟你回去？你们让他们自己解决。顾青青，你够了！这么多年顾家对你的恩情还不算多吗？你现在仗着自己有点小才能，竟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今天要么跟我们回去，要么永远都别回来了。大哥，我们走。可是什么？我看的就是虚伪，就是没家教，就是不肯为大家付出一分一毫。大哥，你没事吧？顾青青，你青青，青青，我操！青青，青青，青青，顾青青，青青，你们滚开！要是因为你们，顾青青会变成这样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明明是他自己不小心的。你快别说了！青青，你怎么样？不小心？要不是因为救你们两个，顾青青会受伤吗？行了，先救青青要紧，赶快叫救护车！他现在伤势非常严重，根本不能移动。叫救护车，叫救护车！喂，
怎么会弄成这样？这钢筋必须得切割一部分才能移动啊！我知道了，医生，快动手！哎，怎么是你？你前段时间不是才在我们医院确诊了胃癌吗？胃癌？胃癌？哎，他长时间不吃饭，导致营养不良，而且饥一顿饱一顿的，才造成了胃癌。不过发现的及时，还有的救。不过你现在吃着特效药，不能跟其他药混用，所以不能打麻药啊！不能打麻药？你们谁是家属？去签下字。我是他哥哥，我来签。你是他哥哥？不是我说你啊，我看你穿的也挺好，怎么让妹妹吃不饱呢？还饿出了胃癌？嘉安，商业新贵，一个是大明星，还有一个是天才主持人，竟然让自己的亲妹妹饿出胃癌！你们不脸红，我都替你们脸红！这怎么可能？顾家给每个孩子都有几百万的生活费，而且还怕有专门的私人医生，怎么可能会吃不饱饭？怎么可能会得胃癌？我又没有拿那个生活费，你们难道心里不清楚吗？顾晴晴的生活费早就被断了，我忘了让管家给她恢复了。再说了，你不长嘴吗？你不会开口找我们要啊？我开口要，又变成了你们嘴里只知道钱财的废物。晴晴，错了，可知道错了。医生，你别理他们，快动手。我知道错了，是我凶。秦姐说的没错，是我假清高，是我害死了他。晴晴，病人得尽快进行手术，马上进行转移。我是他哥哥，我跟着一起去。滚开！装什么装？顾晴晴没有你们这样的哥哥。能跟着去，我就先脏了救护车的路。医生，快走！好，来走。大哥，你别太担心了，可能他没那么严重，他就是在那装的。实在不行，我找个保镖把你给绑回来。他不会再回来了。怎么还没来？把我叫过来说签约，结果就把我晾在这儿。要是能跟未来娱乐签约，我就能拿到5000万的签约金，还有他们的大力扶持。这对我未来的娱乐发展有着无法拒绝的助力。该不会是出什么岔子了吧？不行，我得去看看。顾天后，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终于有时间了，签约合同准备好了吗？实在是抱歉，我刚刚接到我们副总的电话，他现在有急事，请您先离开。不是，你们让我来就来，让我走就走啊！我可告诉你，现在外面有的是公司，争着抢着要跟我合作呢。你们要再是这种态度，签约金就不是5000万能解决的事儿了。既然如此，那干脆就不签约。还没成为大牌呢，就学会耍大牌。哎，副总，我不是这个意思。咱不是都说好了吗？你怎么能突然就违约呢？我是看中了你的创作才华，才给了你5000万签约金。可每次叫你来现场创作，你都推三阻四。那请问，我为什么要花5000万买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垃圾？我可是现在最红的天后。再说了，现场创作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么短的时间内创作一首歌，那天才能做的。
整个娱乐圈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吧？你姐姐顾青青，她就可以。哼，顾青青她就是个废物。副总，你可千万别被顾青青给骗了，你干嘛要签约一个废物？她是不是废物？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至于为什么要签她，我也用不着跟你解释。你们顾家果然除了她，都是垃圾。滚吧！你别后悔你！哼，顾青青代替我签约了未来娱乐，她也配？清风电台的收听率怎么会一落千丈啊？那可是行业断层的第1名啊！还有，那可是若雪给他写的稿，怎么轻易就被超越了呢？可惜了，那个1001夜的新主持人写了恐怖故事，而且还创作了2首金曲，横空出世，一下子就成为了行业第1。真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才。是顾青青。谁？顾青青？他在贫民窟待了10几年，又没受过什么精英教育，他还会搞创作？你是不是搞错了呀？没错，的确就是青青。我们对她的偏见实在是太大了，到今天我才知道她的实力。妈，青青重伤住院，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看？死了吗？没死有什么好看的？妈，她可是您的亲女儿啊！哼，我可没有那种满嘴谎话、没有规矩、没有教养的女儿。妈，青青得了胃癌。什么？因为她吃饭总是饥一顿饱一顿。医生说她已经得了胃癌，幸好是早期，还有的救。都怪我没把她照顾好，都是我的错。这怎么可能？管家，这我们顾家还能少他吃的不成？还能饿着他？夫人，您说了，不能让大小姐习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让她习惯吃苦。所以咱们顾家的饭菜都没有准备顾青青小姐的份儿，她只能吃些剩饭剩菜。就算是那样，还不是因为她之前总是处处针对我女儿，让她受点教训而已。哎，即便是这样，我们不还是让她上了精英大学吗？哎，要是没有我们，她能上得了江城大学吗？那可是贵族大学，没我们她能进去？可是这是顾青青小姐自己考上去的，而且她还申请了助学金，学费也是贷款的。你是说我亏待她了是不是？那还不怪她自己，要不是她自己性格太沉闷，她早点说，我能不帮她吗？行了，别说了，大不了把她接回来，对她好点就是了。你下去。这些人从始至终都没有关心过青青的伤势。他说的对，我们真的不爱她，不尊敬，也无人在意。妈，不管怎么说，现在青青重伤住院，还得了胃癌，都应该把她接回家，不是吗？夺走了我的签约，现在还想夺走我的宠爱，儿都没有。妈！哎呦，宝贝，怎么了？啊，谁欺负你了？哎呀，也没什么嘛，就是姐姐抢了我跟未来娱乐的签约合同。什么？顾青青怎么能抢走你的合同啊？她不是在电台里当一个小主持人吗？是顾青青在电台创作了几首金曲，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才吸引了未来娱乐的总裁。她还会唱歌？哼，我看她就是蒙的。姐姐恐怕是不想让我跟未来娱乐签约了，可她明明知道唱歌是我一辈子的梦想，她还让傅神燕拒绝跟我签。
不是，这顾青青也太过分了吧？你们凭什么就确定是青青不让若雪签约的呢？你们为什么不说是对方没看出若雪的实力？你们对顾青青的偏见是不是太大了？哥，你是不是觉得我的稿子没有顾青青写得好，我就彻底没用了呀？不是我说啊，大哥你这也太过分了吧？那顾青青这么多年，她处处欺负若雪，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若雪的合同也丢了，你还要指责她是吗？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不能什么事情都怪在她头上。哟，你呀，你就是太偏心。就是啊，他顾青青不就是创作了2首金曲吗？那可能是他运气好，胡蒙的而已。对啊，也有可能是背后有高人指点。你们还是不相信他的实力？你们一个个亲眼看到他把一个小电台从籍籍无名变成现在遥遥领先的第1名，你们还是不相信他的实力？你们对他的偏见是不是该放一放了？妈，树上姐姐再有实力，也不能抢走我的资源呀。没错，他顾青青明明知道我女儿是想当明星的，那未来娱乐那可是最大的造星公司，他就不能让着点若雪？对啊，就算他真能写出恐怖故事和歌曲，那也应该给你和若雪才对啊。没错，我们顾家重点培养的是你们2个精英，他个废物，就算他有资源用在他自己身上，那也纯属浪费。他要是有良心，就应该献出来，先助你们2个出名。好啊，我说他怎么突然离家出走，还要跟我们断亲呢？原来是知道自己有点能力，就想跟我们断绝关系。那我现在就让他知道，他的这点小聪明根本就不值一提。我不服，我疯狂读书，我写作、写诗、写歌词、写企业策划，为的就是证明我和你们一样。可最后我还是错了，你们就任凭这个贱人窃取我的成果，重建这座大山。我凿了5年，1000多个誓言。他个废物，他的这点小聪明根本就不值一提，却始终凿不出你们看得起我的眼，根本就不值一提。够了！够了！不是，你干什么呀？这么大声，吓我一跳。不是，大哥，你怎么了？青青是我们的亲妹妹，是你的亲女儿。她在外面过的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不是，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对她不好了？我们对她好，我们全家把她当佣人，让她洗衣服，让她做饭，让她打扫卫生，连零花钱都不给她，这些你都知道吗？我们能把她从贫民窟接回来，让她过上这么富裕的生活，这对她来说就是最大的幸运了。怎么了？让她干点家务，她还不愿意了她？对啊，那不都是他自作自受的吗？要不是他处处欺负若雪，我们也不能惩罚他去打扫卫生，是吧？就是啊。你们，青青说的对，是呀，他的努力始终凿不穿你们的偏见，是我错了，是我错，可惜发现的太晚了。哎呦，行了行了，你要是真不放心，就把他接回来，只要他愿意，用他写的歌捧红我女儿，大不了以后对他好点就是了。对呀，大哥，别哭了，我们这就把他接回来。他这离家出走了这么多天，也该想想我们的好了。青青还会回来。青青，你的伤不是还没彻底好吗？怎么不多休养几天？已经没事了，我今天就是想着过来签约的。好，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我来安排。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可以创作的地方。接下来我会为你那些歌手量身打造几首金曲，为他们打开名气。好，我相信你，你尽管创作，剩下的我来安排。谢谢副总。我听说您为了我没跟顾若雪签约啊？其实圈内早有人传，有枪手替顾若雪写歌，现在看来，他不过是一只绣花枕头罢了。枪手？你们觉得顾若雪的那些歌不是他写的？其实我私下跟他接触过，我觉得以他的胸怀和才华，写不出那首佳曲，所以没签他，签了你。现在看来，我还真是捡了个大便宜。看样子，就算是偷了我的东西，顾若雪也照样成不了才。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我可以先去替你租房子，你静下心来安心创作。我可以给你1个月的时间。1个月？用不了，我今天就可以为你旗下的天王量身打造一首金曲。这么快？我要的可是正儿八经的金曲，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歌就能糊弄我的。您可以先看看。冷冷冰在我脸上胡乱的拍，金曲，真是金曲啊！金曲，真是金曲啊！而且这个曲调特别适合天王的声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竟然又写出了一首金曲，看来我还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这只是一部分，我不会让您觉得那50%的股份亏了的。副总，我先走了。1周之后，我会再给你10首这样的金曲。好，有了这些，像顾若雪那种级别的歌手，我可以培养一大批啊！那我就先走了。好，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拍，金曲啊！现在顾若雪的地位已经被撼动，顾清风也失去了天才主持人的称号，顾家恐怕已经急了。顾青青，妈让你跟我们回家。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啊！我已经说过了，我和你们顾家已经彻底恩断义绝了。青青，都是我们不好，是我们忽略了你，没有在意你的感受。以后我们不会了，跟我走好吗？你少在那儿假惺惺！顾青青，你嚣张什么呀？我们都过来接你了，你还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想让你们身败名裂，想让你们陷入泥潭，想让你们把欠我的统统还给我。顾青青，就算你背靠未来娱乐，凭我们顾家雪藏一个歌手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离开了顾家，你顾青青在江州毫无立足之地。放心啊，就算你们顾家放弃他，我傅盛宴也绝不会放弃他。傅盛宴，未来娱乐的副总啊。副总，他顾青青就是凭运气好创作了2首金曲，他就是一个废物。你确定要为了这么一个废物跟我们顾家作对呢？小玲，别说了。在我看来，像你这种没有眼力劲儿的东西才是废物。副总，您就这么看重他？没错，你们不要的我要。青青，我已经准备好了，7日之后我将为你举办宴会，届时我会邀请江省所有的名流来为你打开名气。听见了吗？离开了顾家，整个江城都是我的容身之处，你们还不快滚！顾青青，你会后悔的。后悔？
我后悔没能早点离开顾家。副总，我们走。哥，就这么放过他了？好了，是我们对不起他，不会再回。就算他不想回，他也得回。7日之后，我会给你和若雪举办一个宴会，到时候我邀请整个江省所有的名流。他顾青青不是想当明星吗？那我就让他这辈子都黯淡无光。哎，刘天王，哎，是我，顾氏集团顾灵。7年之后啊，我们顾家要举办一场金曲交流会，啊，希望您到时候能参加一下。嗯，好的，顾总，我一定会去的。哎呦，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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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的，再见。您好，刘天王，我是未来娱乐的总裁傅盛宴，来跟您寻求合作的。合作？这是我们未来娱乐为您量身打造的歌曲，您看一下。冷冷的冰雨在脸上，好词啊，好曲，这个一经推出，必将震惊整个乐坛啊！您要是有意愿合作的话，7日后我在龙鼎酒店的金曲交流会上等您，协商后续的合作事宜。好，我会去的，我一定会去的。喂，王天后，是我，顾灵。我们顾家准备在7年之后，在龙鼎酒店举办一场金曲交流会。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参加？好的，好的，顾总，那就7天后见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什么？未来娱乐为我量身定制了一首金曲，人在哪？我现在就过去。喂，哎呦，周先生，对对对，是我，是我，是我。我就想问您有没有时间参加我们金曲交流会啊？有时间是吗？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喂，哎，杨小姐，韩女士，老张啊，是我呀。哎呀，李影帝。哎呦，王先生，想问一下，我们这边有个金曲交流会，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今天来这儿的都是娱乐圈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听到了吗？是。顾青青，你也在这儿？你们也在？姐姐，你不会是想趁着这次机会参加金曲交流会，让哥哥们用资源给你铺路吧？放心，你们顾家的资源我不屑于。青青，哥哥们知道错了，只要你跟我回去，我保证我愿意给你铺路，让你像若雪一样出道。你会这么好心？我知道你有怨气，但是你不能赌上你自己的前途啊！只要你跟我回去，我愿意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你。你们顾家真舍得给我用资源？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哥哥们呢？哥哥们耗费这么大心血举办这次交流会，这可是你唯一一次能接触上层社会的机会。放心，就算没有你们顾家的资源，青青依然会是那颗最闪亮的星。听说未来娱乐的总裁目光独到，商业手段更是狠辣，但是这一次恐怕会在这件事情上栽一个大跟头。我已经跟娱乐圈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打了声招呼，今天所有人都会来参加我们顾家的音乐交流会，是吗？顾青青，顾家决定了你的星途，只要你愿意继续帮大哥写稿子，帮若雪写歌，帮我写商业企划书，只要你愿意回来，那我可以不计前嫌送你回报。不必了，我不需要。顾青青，我劝你最好识相点，乖乖给我滚回来。姐，你还是回来吧，要不等会儿你进去一看，你们的宴会上一个人也没有，你得尴尬死了吧？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们邀请的人怎么一个都没到呀？你们真的确定他们会来你们邀请的金曲交流会？可能他们路上有事耽搁了吧。刘天王到。刘天王，顾总，实在不好意思，我没关系，没关系，可以理解。您先进去啊。行，那我先进去。哎，天后到。哎呦，王天后，顾总，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哎，没关系，没关系，可以理解。您先进去休息。那行，那我先进去了。看到了吗，顾青青？天王天后只是路上堵车耽误了，他们刚刚对哥哥的态度，就说明了一切，是吗？那真是要恭喜你们。顾青青，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顾氏集团的号召力。我劝你最好识相点，乖乖给我滚回来，否则你就算脚底站穿，也等不到你想见的那个人。谁说等不到的？最起码我来了。你一个小破电台的主持人罢了，你以为你算什么呀？哎，若雪，别这么说，人家好歹是个明星啊，说不定也是今天唯一一个愿意为顾青青而来。行了，你们两个说两句。青青，你看，人都被你三哥拉拢过去了，你就别再执迷不悟了，不然你只有丢人现眼的份儿。你跟我回去。不用你假惺惺。青青，只要你愿意跟我回去，我会在宴会上把你介绍给各个名流权贵，打开你的成名之路，怎么样？是吗？这还真是谢谢你。不用理他们，我们进去吧。装模作样，不知道他们待会儿看到他们的宴会上一个人都没有，会是什么表情？若雪，就少说两句吧。好了，宾客们都已经到了，我们走吧。我已经等不及想看到他们知道自己宴会厅空无一人的时候，到底是什么表情。这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这怎么回事？怎么可能啊？我们明明都已经商量好了，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他们该不会都去顾芊芊那里了吧？不，他们肯定是走错了，他们都已经答应我了。这两个房间那么近，那群没用的服务员把他们给引错了。三哥，我们这就去把他们叫回来。劳心费神了这么久，绝对不能给顾青青那个废物做嫁衣。我们走。顾青青，你们又干什么？我说你怎么这么自信？原来是叫服务员把我请的名流全都请到你们厅是吧？姐，就算再想出名，也不能这样啊！你们就这么确定是我蒙骗了他们？不是你还能是谁啊？看到了吗？在你们眼中，我永远是一个谎话连篇、没有教养的人。无论我怎么做，怎么努力都没用。大哥，不用跟他废话。
我现在就进去，撕开他的真面目。想必各位都是走错了吧？不好意思啊，这两个宴会厅呢，离得实在是太近了。旁边那个宴会厅才是为大家准备的金曲交流会。至于这个宴会厅啊，是傅盛宴为顾青青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歌星准备的。所以各位，还是先跟我走吧。哎，顾总，您几位是不是还没有得到消息啊？什么消息啊？是这样的。我们呢，确实已经答应了副总还有顾青青，所以才会来到这个宴会厅，所以我们没有走错。你答应他？你不是答应我了吗？顾总，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但是顾青青答应我要给我量身定做一首金曲啊，我要是不来，那不就被别人抢了吗？顾青青给你创作？没错。那首歌真的非常适合我的声线，那个词那个曲一经公布绝对大爆。啊，对，也给我量身定制了一首小情歌，叫《第一次爱的人》。给你也创作了？那你们呢？你们都有吗？有，我们都有。这怎么可能啊？顾青青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写出这么多首歌，还个个都是金曲。顾若雪，我有没有那个实力，你还不清楚？你这么多年的成名曲，都是偷我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胡说？你是不是又想说我冤枉你，说我无中生有，说我抹黑你？顾若雪，你要是真有那个真才实学，真会创作的话，不如现在创作一首试试看。创作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灵感，需要氛围的，哪是你一句话说创作就能创作的？你不是自诩创作天才吗？不是什么题材都能创吗？那你倒是创啊！难道真的是我们错了？这些年的这些东西一直都是青青写的，是我们对他的成见太大了，才导致一直不肯相信他，一直冤枉他。不可能，他顾青青不过是被我们顾家赶出去的一个废物而已。这些歌肯定是傅盛宴找人创作的。你一个从贫民窟出来的废物，你恐怕连字都不认识几个。你到现在都不愿意承认我的实力是吧？好，想比文化素养，想比文字底蕴，我跟你比。拿笔来。他这是在现场写歌？顾青青，我劝你最好就别丢人，等会要是什么都写不出来，你这张脸可就丢遍整个娱乐圈了。就你还想证明自己有现场创作的能力，别到时候写出一副烂歌出来，可就真坐实了你就是个垃圾的事实。歌曲我已经创作完了。这么快？你要是真写出一首烂歌，那我可不忍。阿修魁拔，魑魅魍魉，这是什么跟什么呀？火炎，这什么跟什么呀？顾青青，你别以为你会几个生僻字，就是会写词的。有双如妆，火焰熠熠，水水渺茫魁拔，茕茕孑立沆瀣一气，踽踽独行，醍醐灌顶，绵绵八别复为龟蹑，龙行大大，犄角旮旯。这竟然真的是一首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他唱歌这么好听？这不算，这不算，不过都是生僻字堆砌而成的，这怎么能算词呢？根本没有半点水平。人打下的汉字落笔成画，留下5000年的历史，让世界都认识。似六为浊，似水为漫，似火为翼。你敢说这没水平？我看
是你不识字吗？你这根本就算不上金曲，会一些生僻字，只能说明他词汇量大吧。我们打下的恨字，一笔一字不写出诗。跳梁小丑，这创作能力，幸好答应他了。能跟他合作，简直是我的荣幸。解说成句，语古成语。这可比那顾若雪唱的好听多了。现在你们愿意认可顾青青的实力了吗？这是我错了，是我误会青青了。明明知道她有创作能力，可我却还是不相信她。你要有这实力，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你要是早点拿出来，祝我们顾家早日登顶，我们能对你不好吗？这就是自私，就是自利。我自私自利？没错，你有这种实力，为什么不帮大家写稿子？为什么不帮若雪写一些歌曲？这样的话，他们早就已经是行业第一了。三哥，你就别说了。我就说，你有这种创作能力，还不是从顾家出去的？哪怕你为顾家奉献一点点，哪怕一点点，这样顾家早就如日中天了。我没有帮你吗？这些年你们发布的金曲、电台的演讲稿，还有你顾灵的商业企划，哪一个不是我创作的？认真的写。这首歌是顾青青创作的，这不是顾若雪在拿到天后奖之后，声称是自己创作的吗？这篇不是让我成为金牌电台主持人的那篇稿子吗？那场直播收听率达到了1000万，也让我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天才主持人。那这一切都是青青的功劳。这是我的剧本，就是靠它，我才成了影帝。青青，你。这是我23岁时拿下城南项目的商业企划书，这是我25岁时打败对手的转型建议，这是我28岁时，这些都是若雪给我做的。青青，是我错了，是哥哥们错了，我们一直误会青青。原来你一直在帮我们，青青，哥哥们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们好不好？现在知道晚了。这些年我给你们，是时候该收我。